2025年12月25日，三立新聞網記者蔡維新的一篇報道裡，他一口氣列出8大危機，從烽火連天列到玻璃爆裂。2026年7月25日，同一家媒體，同一位記者，他又補上10大警訊，從美元漲到34列，到多念心經，前後18條，而且他寫的一點都不含糊。煞星寫到名字叫喪門煞，時間寫到農曆9月與12月，匯率寫到一個沒有模糊空間的數字34。這不是隨口講講，這是把話釘在報紙上，釘上日期，誰都可以回頭查。可為什麼偏偏過了半年，我們拿着這份清單一條一條對回去，真正能乾乾淨淨劃掉的，跟真正能證明他講錯的，加起來竟然湊不滿3條。而且事情還更詭異，這份清單見報的2天後，2025年12月27日晚上，宜蘭外海就搖出規模 7.0， 氣象署說那是921跟0403之後最大的一次。2026年6月9日凌晨，新竹市高翠路一家便當店氣爆，隔壁麵包店的一對夫婦當場走了。6月25到27日，米克拉台風的外圍環流配上鋒面，把全台灣淹出487起災情。7月17日，台股單日重挫2953點，直接改寫歷史記錄。7月26日，43歲的8點檔小生王凱被發現在台北市大安區的住家。2天後，日本熊本縣搖出規模 7.1， 最大震度7。這一整排事件像照着他的稿子一件一件上台。說句公道話，他真的不弱。所以他到底是看到了什麼，還是我們自己拿着答案回去幫他填空？而最可怕的是，這18條裡面究竟有幾條是在事情發生完之後才被補寫上去的？這一支我們不講玄的，只做一件事，把這份清單攤開，一條一條對回去，劃得掉的就劃掉，劃不掉的就承認劃不掉，時間還沒到的就標上，還沒到期。而你會發現，這份清單上躺着3種完全不同的生物。第一種我們叫它萬用貼紙，貼在哪一年都會粘住，撕都撕不下來。第二種我們叫它馬後炮條款，事情先發生，條目後補上，副本都通關了，才慢慢把攻略貼出來。第三種才是真的敢壓上台面，開了牌就沒得反悔的硬條目。等萬用貼紙跟馬後炮條款被一張一張撕光之後，這份清單剩下來的東西會讓你重新估一次整個預言副本的血量。先把來歷交代清楚。廖美然是台灣的命理師，常年出現在新聞哇哇哇、命運好好玩這一類節目上，媒體上給他的封號是最神命理師，有的標題還寫他比印度神童還準。他的2份清單都不是私下對客人講的，是有日期、有媒體、有記者掛名的公開發言。這一點非常重要，因為對賬這種事，只有在对方肯留下時間戳的時候才做得起來。沒有時間戳的預言，你連錯在哪裡都指不出來，那不叫預言，那叫聊天。第一份清單2025年12月25日8條，第二份清單2026年7月24日在節目上講，7月25日見報10條，中間隔了整整7個月。那10大警訊每一條在講什麼，我們先前專門聊過，這裡不贅述。今天我們只做一件事，拿着紙筆坐下來，把每一條都問一次，這條劃得掉嗎？在開始對賬之前，先講一個很少人注意的細節。下半年那份清單的第10條寫的是多念心經，多佩戴水晶琥珀能量，提升個人磁場，增強運勢。這條是預言嗎？不是，這是建議。可是它占了一格，而且是收尾那一格。一份清單10格裡面有一格根本不接受檢驗，就這樣大大方方站在那裡，連個不好意思都沒有。這其實已經先告訴我們一件事，這份東西的題材本來就不是氣象預報，它是一套年度心情調節包。而我們今天硬要拿尺去量它，某種程度上真的是自己找虐。可是不量，我們就永遠不知道那18條裡面有多少是真的。還有一個底層設定要先交代，2026年在干支上是丙午年，也就是火馬年。命理圈流行的說法是180年一遇，可是丙午每60年就輪一次，180年就是3輪，所以這個180年聽起來很唬人，拆開來就是3個甲子而已。它整套推論都架在這個火字上面。下半年那份清單的第5條寫5把火相刑，火克金死，然後一路推出病毒、呼吸道傳染、心血管、中風、猝死案例多。第7條寫熱浪時間加長，秋老虎很凶。整份清單其實是同一個字長出來的一棵樹，火是主線任務，其他全是支線。
問題在於，這些推法在公開資料裡查不到可以被第三方複算的標準，你沒辦法把兩個人的排盤放在一起對答案，因為各家排法不同。所以我們今天不去挑戰他的推法，推法是他的主场，我們打不贏也不想打，我們只做一件事，看結果，一條一條對回去，結果是大家的公共財。講到這裡，我們想先停一下，講一件更奇怪的事。每一年年底，這一類的清單都會準時出現在各大媒體上，標題一個比一個猛。可是隔年年中，有幾家媒體會回頭做對賬？幾乎沒有。你去搜，滿滿的預言，找不到幾篇核對。這才是這個副本真正的設計缺陷。出清單有流量，對清單沒有流量，所以整條產業鏈只剩前半段，大家都搶着發任務，沒有人在交任務。而這正是萬用貼紙可以活得這麼滋潤的原因。沒有人回來查，貼紙就永遠不會被撕。這一支我們做的就是那個沒有人要做的後半段，把清單攤開，一條一條對回去，撕一張算一張。現在請你先記住3個日期，因為接下來整支片的股價就靠這3個日期撐着。第一個2025年12月19日，第二個2025年12月25日，第三個2025年12月27日。3個日期擠在同一個禮拜多一點的時間裡，而順序就是全部的答案。12月19日傍晚下班尖峰，台北車站與捷運中山站周邊發生隨機攻擊事件，一名27歲的男子張文先在台北車站一側投擲煙霧彈與汽油彈，再轉到大約800公尺外的中山站外繼續拋擲並持刀傷人，最後畏罪墜樓。這起事件連同主嫌在內4人死亡，11人輕重傷。事發之後，中央與地方立刻要求全台各大眾運輸樞紐提高戒備層級。6天之後，12月25日，那份8大危機簡報第7條寫的是集會暴動、打架傷害、隨機傷人事件增加。聽出問題了嗎？隨機傷人這4個字是寫在全台灣都還在討論那起案子的那一周。我們先把話講在前面，我們沒有辦法證明他是看了新聞才寫的，我們能確認的只有日期的先後。可是就日期論日期，這一條不是預言，這是把上禮拜的頭條抄進明年的清單。它有一個名字，就叫馬後炮條款，而且它是整份清單裡出道最早的一張馬後炮條款，早到我們對賬表的格子都還沒畫完，第一格就得先打叉。而且這一條後來還被下半年那份清單續約了一次，下半年第8條寫保持心情平靜，小心情緒躁動，惹爭端與人衝突，引發血光之災。同一件事換一種說法，再放1年。這在清單這種東西上是很常見的手法，一個條目沒有結案，就把它滾到下一期，滾到有一天結案為止，反正條目不會過期，過期的是觀眾的記憶。那12月27日那場規模 7.0 呢？那個就沒話講了吧。清單第1條白紙黑字寫着地震，2天後地震就來，宜蘭、新北、花蓮、台北、基隆一整排搖到3級，南投部分地區4級。這條要劃掉嗎？我們把筆舉起來的那一秒，手停住了，因為這裡貼着一張萬用貼紙。什麼叫萬用貼紙？台灣一年會發生多少次有感地震？答案是好幾百次。你把地震2個字寫進任何一年，任何一份預言清單，那張貼紙都會粘住，粘得死死的。你寫火災會粘住，寫車禍會粘住，寫會有名人過世也會粘住，因為每一年都有名人過世，那是統計，不是預言。萬用貼紙最恐怖的地方在於，它從來不會錯，所以它也從來沒有告訴你任何事情。這件事早就有人拿實驗打過臉。1948年，美國心理學家佛瑞給一群學生做人格測驗，然後發下去一份分析報告，請他們替準確度打分數，滿分5分。學生平均給了 4.31 分，滿意到不行。可是一查嚇一跳，所有人手上那份分析根本一模一樣，內容是佛瑞從占星書裡東拼西湊出來的通用句。這就是後來被叫做巴納姆效應的東西。1956年，由臨床心理學家米爾正式命名，名字取自19世紀那位美國馬戲團老板巴納姆。而佛瑞這個實驗最狠的地方不在那個分數，在於那份分析根本沒有一個字是為那些學生寫的，他們是通用零件，隨便裝在誰身上都轉得動。你把這個結論搬到年度預言清單上，事情就很清楚了。一份夠寬的清單套在哪一個國家，哪一年，都會有人拍大腿說好準。所以我們替這份清單對賬的第一步，不是問它準不準，是問這一條是不是萬用貼紙。萬用貼紙不能劃掉，也不能算它錯，只能整張撕下來丟到旁邊那一疊。
這是多麼卑微的一批條目啊！寫的時候氣勢磅礴，火光衝天，撕的時候1秒鐘。時間來到2026年1月6日，空軍一架戰機在花蓮外海訓練時失去聯繫。1月16日，台美簽下貿易協議，牽涉2500億美元的半導體投資，關稅從 20% 降到 15%。1月28日，監察院長陳菊辭職。清單第1條寫烽火連天，國與國的爭端，世界動盪。第3條寫市場消費緊縮。這幾件事要往哪一格歸？歸不了，因為烽火連天這4個字大到可以蓋住整顆地球。你要說台美關稅談判算國與國的爭端，可以；你要說那是談判不是爭端，也可以。這種條目的體制就是誰對着它點頭都不會錯。這是萬用貼紙的第2種形態，寬到沒有邊界，等於全程開着無敵。再往下，2月12日，台灣同意對 99% 的美國產品取消或降低關稅。而到了7月24日，美國反過來以強迫勞動為由，對台灣加課 10% 關稅。1年之內，關稅這件事被翻來覆去搓了2輪。清單上的通膨加劇那一條要不要劃？如果你想劃，還有一個更硬的數字可以配。2025年10月，民生電價調漲 3.1%， 最高級距每度電來到 8.86 元。可是通膨這2個字，在2020年代寫進任何一份清單都會黏住撕。隨後推進到3月4日，檢方針對太子集團在柬埔寨經營詐騙園區的案子起訴62人。3月26日，台北地方法院一審重判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有期徒刑17年，褫奪公權6年。同案的台北市議員應曉薇判15年6月，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判10年。清單第2條寫國內各黨派系內鬥明顯，第6條寫打劫、恐嚇、勒索，案件多。這2條劃得掉嗎？表面上看，簡直像是照着判決書寫的。可是你把台灣任何一年拿出來，有沒有政治大案？有沒有詐騙集團被起訴？想都不用想，這2條照樣進萬用貼紙那一疊，連判定都不用跑。時間來到4月23日，海洋委員會主委登上南海的太平島視察海巡操演。4月27日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判決5個人有罪，因為把台積電的營業秘密轉給日商東京威力科創。清單第8條寫企業合夥、合作破局及變動。第1條寫國與國的爭端。這2件事要劃嗎？我們又卡住了，因為半導體洩密案要說成企業合作破局也不是不行，可是那條原文講的是拆夥跟併購，跟商業間諜是2回事，硬要往上套，那就叫做我們幫他劃，不是他劃中，這一格空着。還有2條我們是真的查不動。清單第3條裡寫租售空屋量只增不減，汽車業蕭條。這2件事都要完整的年度統計才判定得出來，而2026年才過一半，公開資料湊不齊，所以這2條我們照實掛上4個字還沒到期，不強行劃掉，也不強行打叉，反而是同一條裡的另一句話，現在就可以驗，而且結果對他不利。年初那份寫的是電力系統故障缺電。2026年5月28日，台電最高用電量衝到 4143.1 萬機，刷新歷史紀錄。夏季夜間峰預估還會首度突破3800萬機，用電量是破了，可是缺電呢？到目前為止，台灣沒有發生全國性的限電或大停電，所以這條要打叉嗎？我們只給它一個問號，因為缺電這2個字寫得夠模糊，模糊到只要哪個社區跳一次電就能拗回來。但如果你用一般人聽到缺電時腦子裡浮現的那件事去對，那件事到今天為止沒有發生過。再走到5月19日，在倫敦泰特當代美術館，楊雙子寫的《台灣漫遊錄》，金陵翻譯的英文版拿下國際布克獎，這是台灣文學第一次摘下這個獎。那本小說的舞台設在193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，出版之後已經賣出24個國家的版權。清單第2條的後半段寫女性各方面表現亮眼，作者是女性，譯者是女性，得的是世界級的獎。這一條可以劃掉嗎？我們願意給它半格。因為女性表現亮眼，這句話本來就沒有失敗條件，全世界任何一年都會有傑出女性，但這一次至少有一個具體到不能再具體的事件對得上去，我們就在對賬表上打一個問號，不打叉。誠實的對賬表不是只有2欄。時間來到6月，這是整個上半年最難看的一個月。6月2日，一架教練機在岡山空軍基地墜毀，2名飛行員罹難。6月9日凌晨，
新竹市東區高翠路那家便當店氣爆。中央社的報道寫，初判是瓦斯洩漏，隔壁麵包店的一對夫婦傷重不治，2死2傷。客新聞的現場統計是波及57戶，133台汽機車。有目擊的里長形容，當下監視器裡的東西全部都在搖。清單上寫小心火災、爆炸、玻璃爆裂，也寫一馬動亂、交通事故多。所以這2件事要不要劃？我們的答案還是撕。不是因為那場氣爆不慘，也不是因為那2位飛行員不值得記住，而是因為爆炸跟交通事故這2個詞本身就是萬用貼紙。你在12月寫下爆炸，6月一定會兌現，這種條目根本自帶保底。這不叫看見未來，這叫看見消防署的統計年報。順便把交通那一條講完，年初清單第6條寫毒駕、酒駕肇事多，下半年清單第9條寫一馬動亂、死亡車禍頻繁，切勿疲勞駕駛。這一條是萬用貼紙裡的鎮店之寶。為什麼？因為台灣每個月的道路交通事故傷亡統計都在那裡，酒駕案件年年上新聞。你在任何一年的12月寫下死亡車禍頻繁，隔年12月回來看，一定是對的。這種條目連撕都不用撕，因為它根本沒有被貼上去過，它一直都在牆上。還有火，下半年那份清單直接給2026年貼了一個標籤，叫火惡之年。這4個字聽起來就很有氣勢，火光衝天，一代火魔降世，連配樂都幫你想好了。那實際上呢？2026年上半年，台灣確實有火。新竹6月9日那場氣爆是最慘的一件，7月9日桃園一間金屬工廠也燒了起來。可是要判定一整年算不算火惡之年，你得拿消防署的年度火災統計去跟往年比，而那份統計要等年度結束才會完整。所以火惡之年這個標籤現在是什麼狀態？既沒有被劃掉，也沒有被打叉，它就掛在那裡發着光，等任何一場大火來替它蓋章。而台灣一年會不會有一場大火？想都不用想，這就是一個標籤最舒服的活法，不用打，站着就有經驗值。接着是風災水災那一組，這一組終於開始有形狀了。2026年6月25到27日，中台米克拉從台灣東方北上，配上南下的鋒面跟增強的西南風，南部災情最重。維基百科的2026年6月台灣豪雨條目記到7人罹難，中國大陸媒體在6月27日中午的即時統計是3人，兩邊數字對不起來，我們就照實講。目前公開資料能確認的是，全台累積487起淹水災情，農損大約6億1561萬元，死亡人數各家說法從3人到7人不等。而且這一場的災情分布很有意思，南部最重，因為真正打進來的不是台風本體，是外圍環流配上西南風。台灣人這幾年很熟這個劇本了，台風根本不需要登陸就能把你家淹掉，他只要站在旁邊呼一口氣就夠了，本體還在獨條，傷害就先到了。然後是7月10到11日的強台巴威、北基桃、新竹苗栗、宜蘭花蓮跟連江。7月10日全天停班停課，7月11日除了金門跟台東以外，全台停班停課。截至7月12日，全台134人受傷，停電22.4萬戶，東半部吹出焚風，台東還出現吹沙。巴威在7月11日下午通過台灣北部海面，中心離海岸最近大約210公里。清單上的風災那一條劃掉了嗎？劃掉了。可是你先別急着鼓掌，因為他7月那份清單裡最重的一句話是這樣講的：農曆7月午火相刑，又逢一馬衝跟喪門煞。他十分擔心會有強台帶來風災與嚴重水患。這一整串煞星等一下會正式登台，我們先給他們取個名字，就叫喪門煞天團。問題來了，2026年的農曆7月初1是國曆8月13日，巴威是7月10日來的，米克拉是6月25日來的，兩場全部落在農曆7月開場之前。這裡順便把農曆換算講清楚，因為整份清單有一半的力氣都花在農曆上。2026年的端午節是6月19日，那天是農曆5月初5，米克拉來的6月25日是農曆5月11，巴威來的7月10日大約是農曆5月底，而農曆7月初1要等到8月13日才開始。所以在他點名的那個月份還沒開場之前，台灣已經被2場台風洗過一輪了。這件事對他其實是壞消息，不是好消息，因為風災的額度先被用掉了。農曆7月如果安安靜靜過去，那一條反而更難劃，所以這一格要非常小心的填。風災確實來了，這條可以劃，但他點名的那個月份根本還沒開始，這條同時又得標上還沒到期。
同一件事一半劃掉，一半懸着，這在對賬表上是最尷尬的一種格子。再往下是最讓人心裡發毛的那一條，清單上寫下半年名流隕落，青年族群猝死多。2026年上半年的名單長成這樣：1月10日趙學煌69歲，2月2日袁惟仁57岁，2月初劉松山72歲，因為心臟動脈剝離離開；6月3日黃大煒61歲，6月7日傅子淳46歲，死於急性血癌。這是風傳媒6月15日整理出來的6位。然後7月26日王凱在台北市大安區住家被發現，43歲，正在演8點檔。商界那邊公開的年度整理裡還記着捷安特創辦人劉金標91歲，鑑識專家李昌鈺87歲，唐獎創辦人尹衍樑75歲。這一條要不要劃掉？我知道你想劃，我們自己也差點劃下去。可是這張貼紙的粘性大到荒謬，台灣一年有幾位公众人物離開？你去翻任何一年的年度回顧，名字都排得滿滿一整頁。你在12月寫下明年會有名人走，這句話的命中率是100%，永遠是100%。所以這一條還是進萬用貼紙那一疊。而清單上跟它並排的還有2條，一條寫多重病毒危害，呼吸道傳染，心血管，中風，猝死案例多；一條寫分手年，離婚，情侶分手。你光是把這2句話念出來，就知道他們永遠不會輸。台灣一年會不會有呼吸道傳染病？一年會不會有人離婚？這種條目不是預言，是把生活本身抄一遍，再加上驚嘆號，全部進萬用貼紙那一疊，撕到手軟。而青年族群猝死多這半句，其實是整條裡面唯一有機會被驗證的部分，因為那是可以查統計的。可是台灣的年度死因統計要等到隔年才會公布，2026年上半年的數字現在根本還沒出來，所以這半句也只能掛上還沒到期。你發現這份清單有一個很聰明的地方了嗎？他把不能驗的跟能驗的綁在同一條裡，你想劃就得整條劃，你想打叉也得整條打叉。而人性是什麼？人性當然是整條劃掉比較爽。所以到這裡，对賬表上已經黑了一大片。上半年我們數過去，地震來了，氣爆來了，台風來了2場，名人走了一整排，政治大案判了17年，詐騙集團起訴62人，看起來簡直是天昏地暗，樹葉鬼哭。一份神準的清單就此橫空出世。可是把萬用貼紙一張一張撕掉之後，那片黑就整個褪色了，因為那些不是他畫上去的，那是台灣本來就長這個樣子。你把前面任何一年攤開來，黑的地方一樣多。如果現在給你3選其一， A 是預言明年會有地震， B 是預言明年會有名人過世， C 是預言明年3月17日下午3點台北會下雨，你要選哪一個壓上自己的名聲？想都不用想，傻子才選 C， 沒人這麼找虐吧。而且 C 型條目還有一個致命傷，他會死，他會在一個明確的日期被判定生死，然後留下屍體。A 型跟 B 型不會，他們可以活很久很久，活到你自己都忘記曾經相信过。所以一個人願不願意寫 C 型條目，其實就是他願不願意讓自己被記賬。這一點我們要公平的講，廖美然是有寫 C 型的，他寫了34，他寫了農曆9月與12月，這在整個預言圈裡已經算相當敢賭了。問題只在於敢賭的那幾條，現在翻開來到底是什麼牌？這個答案我們待會兒揭曉。時間來到金融那幾條，這裡是馬後炮條款的主場。年初清單第3條寫金融業多裁員，壽險業面臨寒流壓力。第8條寫企業合夥合作破局及變動。下半年清單第4條再加碼，寫金融體制出現重整，企業拆夥併購變動。2026年發生了什麼？三商美邦人壽被玉山金控吃下來了。金管會7月7日點頭，8月19日是三商壽最後交易日，8月20日起停止交易，9月1日正式下市，完成股份轉換，變成玉山金100%持股的子公司。12月1日更名為玉山人壽。中央社8月13日的報道寫，玉山金今明2年合計要注資220億元，其中9月底前先進去160億元。合併之後，玉山金一躍成為國內第5大上市金控。金融重整，企業併購變動，這條劃得漂漂亮亮吧？等一下，我們去把時間軸翻出來。2家公司當時的公開重大訊息寫得清清楚楚，玉山金控跟三商美邦人壽是在2025年11月5日通過合議併購的，而那份8大危機是2025年12月25日見報的。也就是說，這一條寫下來的時候，
這樁併購案已經在財經版上躺了快2個月，這不是預言，這是讀報。而且還有一個更尷尬的地方，年初清單寫的是壽險業面臨寒流壓力，三商美邦人壽的體質確實不好。媒體報道提過，他過去累積的虧損規模不小，所以被併走這件事完完全全符合寒流2個字。可是併購案在2025年11月5日就過董事會了，寒流不是2026年才開始吹的，是前一年就吹進報紙裡了。我們再問一次，這叫預言還是叫轉貼？馬後炮條款好用在哪裡？好用在它幾乎不會被抓到，因為觀眾眼睛盯着的永遠是預言那2個字，不會有人特地回去翻那則新聞是幾月幾號上的版。你只要把發表日期往後挪一點點，一則舊聞就變成一則神諭，這在遊戲裡就叫偷家。趁大家都在看兵線的時候，從後面繞過去把水晶拆了，這就是馬後炮條款的日常操作。通關的截圖早就在群組裡傳爛了，攻略才慢慢貼出來。還要補一句，我早就說過，王在第3只手，這叫預知嗎？這叫重播。馬後炮條款跟萬用貼紙不一樣，萬用貼紙至少是誠實的廢話，它從頭到尾沒有騙你，是你自己貼上去的。馬後炮條款不一樣，它是拿一件已經發生的事去換一張未卜先知的名片，而真正教科書等級可以表框掛起來的那一張馬後炮條款還在後面。回到2026年7月17日，在那之前，台股還在高檔上狂奔，整個市場都壓在 AI 算力、先進封裝、光通訊這幾條線上，人人都覺得自己在飛升。然後7月17日這一天，台股單日重挫2953點，收在42671點，盤中跌點跟收盤跌點雙雙改寫歷史記錄。整個7月大盤跌了3006點，跌幅 6.52%， 是台股史上第2大單月跌點。經理人雜誌後來稱這一天為717股災，粗估每位股民賬面蒸發72萬元，24萬名股民直接退坑不玩了。而且崩完之後市场沒有死，7月的定期定額扣款金額還有 364.27 億元，是史上第2高，只輸給同一年的6月。台股 ETF 規模在那個月逆勢增加2084億元，一邊是史上第2大單月跌點，一邊是存股信仰創新高。這件事本身就很魔幻，血條掉了一半，工會人數還變多。到了8月12日，加權指數已經站回45518點。然後我們去看廖美然那份下半年清單的第3條，原文寫的是美元匯率上漲達1:34台幣，股市可能出現賣壓風險，出現緩漲急跌的現象。他講這段話的日子是7月24日在命運好好玩上節目，7月25日見報，717在前，725在後，中間隔了8天。這是這一支片最重要的一個發現，所以我們要講得很慢。緩漲急跌這4個字不是在崩盤之前講的，是在史上最大單日跌點發生完之後8天才講的。這裡我們一樣要把話說死，我們沒有辦法證明他寫這4個字的時候看過那則新聞，我們能確認的只有日期，717在前，725在後。可是你把它放進預言欄，它看起來神準到讓人手抖，你把日期放回去，它就只是一則財經新聞的複述。這是馬後炮條款的完美標本，泡在福馬林裡都可以直接進博物館。好，現在我們把整份18條重新分堆。萬用貼紙那一疊，地震、火災、爆炸、車禍、名流隕落、病毒傳染、離婚分手、情緒衝突、女性表現亮眼、通膨動盪，一張一張撕下來，撕掉一大半。馬後炮條款那一疊，隨機傷人、金融併購、股市急跌，3張。撕完之後，這份清單上還剩下什麼？剩3條，整整18條。真正敢寫成日期、寫成數字、寫成沒有退路的硬條目，就只剩3條。第1條，美元對台幣飆到34；第2條，農曆7月會有強台，帶來風災與嚴重水患；第3條，農曆9月與12月要防範強震。先看第1條，因為它是唯一一條現在就能驗，而且驗得出黑白的。2026年8月4日，新台幣對美元收在 32.447。8月6日收在 32.261， 8月4日盤中一度貶到 32.495， 直衝 32.5 關卡，央行尾盤進場，強勢把匯價拉回，硬是守住 32.4， 離34還有多遠？1塊半以上。而下半年只剩4個多月，路上還卡着一個隨時會出手的央行，等於關前面站着一隻滿血的守關王。劃掉了嗎？沒有，一條都沒有。這是整份清單上唯一一條已經可以打分數的硬條目，
而到目前為止，那一格是空的。第二條，喪門煞天團正式上場。他說農曆7月午火相刑，逢驛馬衝與喪門煞。這一整串念出來像個剛出道的男子團體。喪門煞當隊長，驛馬衝負責唱高音，午火相刑管門面，5把火相刑在後面打醬油。喪門煞天團最厲害的本事是把一個月份講得像世界末日的開場動畫，而你完全沒辦法反駁，因為那些字沒有量化定義，你查不到參數，也看不到血條。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去找午火相刑、驛馬衝、喪門煞這些詞在公開資料裡到底怎麼定義，結果是它們是傳統命理系統內部的術語，各家排法不同，沒有一個對外公開可以被第三方複算的標準。所以喪門煞天團到底有幾個團員，要唱幾首歌，只有請他們來的那位經紀人說了算。而且喪門煞天團不是今年才出道，你回頭翻鬼月这個檔期，年年都有人在講，年年都有煞星，年年都要避開陰暗偏僻的地方。這是一支全年無休，只在農曆7月接通告的常駐團體，年年重播，年年爆滿。2026年的農曆7月初1是8月13日，中元節是8月27日，鬼門關的日子是9月10日。也就是說，喪門煞天團的檔期是從8月13日開始，一路唱到9月10日，整整28天。而這裡有一個誰都沒排進節目表的巧合，農曆的一天從子時起算，所以鬼門開的實際時刻是8月12日晚上11點。而2026年8月12日，歐洲上演了一場日全食，這是歐洲大陸27年來第一次，也是西班牙自1905年以來第一次。大約600萬人湧進西班牙的全時代，天黑下來的那一刻，連鳥都停止鳴叫。換算成台灣時間，那場黑暗正好壓在鬼門開的那一夜，天上黑成那個樣子，喪門煞天團的舞台燈是不是打得太剛好了？可是你把那18條翻爛，沒有任何一條提到日全食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真正的巧合永遠比預言更懂得怎麼演。順帶說一件事，2026年的立秋落在8月上旬，他那份下半年清單見報的時候，離立秋還有10幾天。立秋一過，農曆7月馬上就到，所以年初那一份跟這一份最大的差別其實不在內容，內容幾乎是同一套詞，重講一次，差別在時間戳。年初那份大部分寫在事情之前，而這一份有好幾條寫在事情之後。同一個人，同一套詞，換一個發表日期，性質就整個翻掉。第3條，農曆9月與12月防強震，這一條不歸喪門煞天團管，檔期還在更後面。2026年的農曆9月大約落在國曆10月中前後，農曆12月已經跨到2027年1月去了，所以這一條現在連驗都沒得驗，只能在對賬表上寫4個字，還沒到期。到這裡你可能覺得我們是來砸場的，不是，誠實的對賬要兩邊都對，所以接下來這一段我們替他說話。第一件事，他確實有過命中的記錄，而且不是他自己事後宣稱的，是媒體當年就爆出來的。台灣媒體整理過，他在2020年底提醒進出隧道要特別小心。2021年4月2日就發生台鐵408次太魯閣號出軌，他在2022年底講今年會缺蛋，2023年真的鬧蛋荒。也有報道提到他在2009年講過台灣會出現嚴重土石流，那一年就來了莫拉克。我們必須補一句，這幾條我們看到的都是後來的媒體整理稿，當年節目上的完整原話我們沒有查到，所以只能算間接證據。但這些條目的共同特徵很清楚，它們比較靠近 C 型，具體到讓人不敢亂寫。第二件事，也是最讓人不舒服的一件事，民事新聞網7月30日的報道寫，他在命運好好玩談完下半年的關鍵變化，話丟出來不到一周，7月28日下午4點27分，日本熊本縣發生規模 7.1、深度16公里的地震，宇城市跟冰川町測到最大震度7，有明海跟八代海发布海啸注意報。這是日本國內自2024年元旦能登半島地震以來2年又6個月首度測到震度7，也是熊本自2016年那一場之後10年又3個月首度。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的西村卓也教授說，可能是2016年那次沒有破裂完的那一段，這次補上了。而在那之前2天，7月26日，王凱走了，他清單上寫的青年族群猝死、名流隕落，就這樣在同一周被連續撞上2次。這一周準嗎？準到讓人背脊發涼。但是我們還是得把那把尺放上去量。熊本那一條，它原文寫的是
農曆9月與12月要注意規模較大的地震。7月28日是農曆6月15，他點的2個月份一個都不是，所以嚴格對賬的結果是這樣。他講了會有強震，強震來了，但來在他點名的月份之外。這種情況我們不能算命中，也不能算落空，只能誠實寫上一句，這一條太模糊，無法判定。而這種太模糊無法判定的條目，在這份清單上占了多少？年初8條裡有5條，下半年10條裡有6條，這才是整份清單真正的體制。它不是準，也不是不準，它大部分的地方根本沒有可以被判定的形狀，你沒辦法幫一團霧打分數。心理學上還有一個東西叫確認偏誤，跟巴納姆效應是一組的，意思是我們的腦袋會自動去撿符合預期的證据，然後把不符合的那些輕輕放下。所以熊本地震那一周，所有人都想起他講過地震，而美元卡在32塊的那3個月，沒有人想起他講過34。這不是誰壞心，這是人類出廠設定就有的系統 BUG， 而且到現在都沒有更新到。還有一件事我們必須講，民視那篇報道的最後一段自己就寫着，民俗傳說僅供參考，請勿過度迷信。連把這件事做成新聞的媒體都在文末幫自己留了一道門，這道門的存在本身就已經回答了一半的問題。如果現在讓你3選其一， A 是相信他真的看見了未來， B 是相信這一切只是萬用貼紙加馬後炮條款， C 是承認我們自己也分不出來，所以只能一條一條對回去。你選誰？我們選 C， 因為前面2個都太輕鬆了，輕鬆到根本不用動腦。還沒對完的是還沒到期那一疊，清單上寫熱浪時間加長，秋老虎很凶，還說2026年是180年來最熱的一年。目前的實際情況是，暑假期間桃園蘆竹測到 39.2 度，是全台最高溫，而2025年三峽的記錄是 39.1 度，只差 0.1 度。用電量那邊，前面講過的5月28日那筆歷史新高，本身就是熱出來的。熱不熱？熱。破紀錄了嗎？破了一點點。可是180年來最熱這種話，要等到12月31日才有辦法結算，現在只能寫上還沒到期。清單上還寫，國內各黨派系內鬥明顯，2026年11月28日就是9合1選舉，這一場被當成賴清德政府的期中考，藍白兩黨怎麼和也還在拉扯。目前台面上最好笑的一則地方新聞，是彰化謝家鬧到全國都在看的子弟內鬥，這一條劃得掉嗎？劃不掉，因為在選舉年寫內鬥，那是另一張萬用貼紙，貼在任何一個選舉年上都不會掉下來。於是整份清單對到最後，結果長成這樣：萬用貼紙撕掉一大疊，馬後炮條款撕掉3張，還沒到期的那幾條掛在牆上晃啊晃，真正被乾淨劃掉的條目趨近於0，真正被證明錯掉的也只有美元34那一條，而且他還沒正式死透，只是躺在加護病房裡插着管等12月。這就是預言這個副本最壞的地方，它的通關條件是永遠不通關，你沒辦法輸，因為它沒有結算的那一格，你也沒辦法贏，因為判定標準是觀眾自己心裡那一把尺，而那把尺會跟着新聞跑。而喪門煞天團的檔期已經開唱了，從8月13日到9月10日這28天，台灣只要吹一場台風，燒一場大火，搖一次比較有感的地震，那一條就會被劃掉，然後全台灣都會說他講的真準。可是如果這28天什麼都沒發生呢？他7月那句話早就把退路寫好了，他說如果農曆7月沒有風災，就是天佑台灣。你聽懂這句話的結構了嗎？有風災是他說中了，沒風災是老天賞臉，趁你病要你命的時候他在，天下太平的時候他也在。這叫什麼？這叫立於不敗之地。整份清單裡最高明的一條，不是那個34，不是農曆9月與12月，是這一句誰都劃不掉的天佑台灣。寫到這裡，我們才想通一件事，我們花了半年，拿着這份清單一條一條對回去，把萬用貼紙撕光，把馬後炮條款抓出來排排站，把還沒到期的掛好，最後手上剩下的是一張幾乎全白的紙。而下一份清單大概再過4個月就會出來了，到時候一定又是10幾條，一定又有地震，有火災，有名流隕落，一定又有一個具體到嚇人的數字，也一定又有一句誰都劃不掉的天佑台灣。而喪門煞天團一定又會準時進棚，然後我們一定又會拿起筆坐下來，一條一條再對一次。想想也是挺找虐的，可是不對回去，我們又憑什麼說它不準呢？